下面我们来学习节点电压法。我们前面介绍了支路电流法，也就是以支路电流为变量列写方程求解电路的方法。对于一个含有 B 条支路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路而言，用支路电流法求解的时候，其中有 n 减一个 kcr 方程，有 b 减 n 加一个 kvr 方程，总的方程个数呢是 b 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电路完整的求解出来。虽然这种方法相对于2B 法来讲，方程数目减少了一半，但是对于一个实际的电路而言，支路数、独立节点数和独立回路数3个数目当中，支路数仍然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考虑能不能够继续的减少这个方程的数目。我们都知道，一个含有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路，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把这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压求出来的话，由于支路都是跨接在2个节点之间的，那么支路电压就可以求出来，再根据元件约束就可以把支路电流求出来。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到这样一组以独立节点的电压为变量列写的方程，对这一组方程进行求解，我们就可以把这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电压求出来，进而求得各条支路上头的电压和电流。那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节点电压法。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节点电压法的方程个数是几个呢？因为我们要解出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压，当然我们就应该需要 n 减一个方程。那这些方程的类型是什么呢？或者说方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n 减一个节点列写方程，那当然就应该是流入或者流出这些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等于0。也就是说，这些方程本质上是一组 kcl 方程。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不再需要列写 kvl 方程了呢？不像支路电流法当中，我们既需要 kcl 方程，又需要 kvl 方程。而节点电压法为什么只需要 kcl 方程呢？提醒大家一下，根据静电场当中电位的唯一性，我们可以证明，在用节点电压法列方程的时候 kvl 方程是自动满足的。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电路，具体的介绍一下节点电压法的步骤。第一步，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个参考节点，然后对剩下的 n 减一个独立节点的电压加以标注。比如在这个电路当中，我们不妨选择下面这个节点为参考节点，那剩下来2个独立节点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记为 UN1 和 UN2。那第二步就是要对这 n 减一个独立节点列写 kcl 方程。在这儿要强调的是，在节点电压法中列写 kcl 方程的时候，我们特别规定流出节点的电流为正，流入节点的电流为负。因此对于节点1来讲，我们有 I1 加上 I2 加上 I3 加上 I4， 应该等于等号右边就应该是所有流入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那就应该等于 IS1 减去 IS2 加上 IS3。对于节点2，等号左边是所有流出节点的电阻上面的电流，那就应该是负的 I3 减去 I4 加上 I5。等号右边是所有流入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那就应该是负的 IS3。好，
由于我们节点电压法是以节点电压为变量来列写方程进行求解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所有这些电阻上面的电流。根据元件约束，应该有 I1 等于 UN1 除以 R1，I2 就应该等于 UN1 除以 R2。同样，我们可以写出 I3、I4 和 I5 的表达式。把这些表达式带到 KCL 方程里面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两个方程。对这两个方程进行整理，把 UN1 和 UN2 的系数分别进行合并，最终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方程。这个就是节点电压方程的标准形式，我们可以把它记成这样形式。UN1 的系数记成是 G11， 这个系数记为 G12， 这个系数记为 G21， 而这个系数记为 G22。等号右面分别记成 ISN1 和 ISN2。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系数分别有什么样的物理含义。首先看 G11，G11 是 R1/1 加上 R2/1 加上 R3/1 和 R4/1。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R1、R2、R3 和 R4 都接到节点1上，因此系数 G11 实际上是所有连接到节点1的电导的总和。对于 G22， 我们可以看到它等于 R3/1 加 R4/1 加 R5/1， 也是所有连接到节点2的电导的总和。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节点1和节点2的自电导。再看 G12 和 G21，G12 是等于负的 R3/1 加 R4/1， 它在这个电路当中也等于 G21。R3 和 R4 是跨接在节点1和2之间的，因此 G12 和 G21 实际上就等于连接在节点1和2之间的所有电导的总和，并且前面要加一个负号。我们把它称之为节点1和节点2的互电导。而对于等号右面，我们看一下 IS1 减 IS2 加 IS3。IS1 是流入的， IS2 是流出的， IS3 也是流入节点1的。因此 ISN1 的话就是所有流入节点1的电流源的总和。而 ISN2 大家可以看到，由于现在 IS3 是流出节点2的，因此前面加一个负号，也是表示所有流入节点2的电流源的总和。这个结论可以推广到具有 n 个独立节点的这样一个电路。我们把它的节点电压方程的标准形式写出来，应该是这样一组方程。在这个方程当中，对角线的元素 G11、G22 一直到 GNN， 我们把它称之为自电导。自电导等于所有连接的节点 I 上面的电导的总和，它始终是一个正的值。对于这一句包括电压源和电阻串联之路中的电阻，我们稍后将在下一节中给大家详细解释。而对于非对角线元素 Gij 和 Gji， 我们把它称之为互电导，它是连接在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的所有电导的总和，并且前面一定要加一个负号，它始终是一个负的数。对于一个电路当中，如果不含有受控源，那么方程左边的系数矩阵应该是对称的，
也就是说 Gij 是等于 Gji 的。而等号右边则表示流入各个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有了对节点电压法当中各个系数的物理含义的理解，那大家在今后列写方程的时候就没必要再从最开始的 KCL 方程一步一步推出来，我们可以根据它标准形式当中这些系数的物理含义，直接列写出标准形式的节点电压方程，这在复杂电路求解的时候显得尤其重要。